今天要讲的这件往事或许让人难以相信，甚至有点荒诞，可它确确实实发生过。具体的地点和时间不详，只记得那一夜小镇上是狂风骤雨，电闪雷鸣，就连街口的大树也给劈得冒了烟。一日清晨，镇民们围在一起议论纷纷，有说看见大火球的，有说是不孝儿媳引发天雷的，还有说小孩在海神庙看见一窝红蛇的。总之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，加之骄阳似火，酷热难耐，所以小镇上是人心惶惶，都怀疑这是天灾降临的前兆。一老者想起民国那年地震就出现过这种忽雨忽热的鬼天气，在旁的几人听了后纷纷附和，觉得地球连连运转，从未休息，难保不出问题。另外一边，清贫的王老师因女儿放假回家，房间不够住，所以就在院里搭了一个临时的小竹棚。当时镇上来了2个采风的摄影师，王老师热情地为其指路答疑，并告诉他们下半夜是拍海浪潮汐的最佳时间。广播员甘姐向来喜欢捕风捉影，搬弄是非，所以一听这话就在小镇上散播谣言，声称凌晨一过，小镇便将风浪涨潮，天塌地陷，还说王老师已经开始在搭防震棚，还有人背着测量仪器往海边去了。负责安保工作的老雷听闻后，急忙去找王老师确认消息的可靠性，而王老师是一头雾水，说自己只是搭个临时的小竹棚。不过人们根本不信，认为王老师是前几年被整怕了，所以讲话很小心，不如先把防震棚搭起来，方能有备无患。与此同时，刘镇长在刚广播一番添油加醋的描述下，脑海中浮现出了山崩地裂、哀鸿遍野的可怕场景。因电话线路已被暴雨冲断，于是他匆匆骑着自行车前往县里汇报情况。这时地震的消息已传遍了大街小巷，人们纷纷涌到供销社抢购搭防震棚所需的材料，甚至还砸开关闭的商店，疯狂地抢夺麻花、面包等副食品。而供电所的老张则一脸兴奋地跑回家，让妻子去邻村批发煤油蜡烛来卖给镇民。此时最倒霉的要数一对新婚夫妇，当2人的婚礼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，一小伙悄悄走进来，对着宾客们附耳低言，霎时间宴席上的人逃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新婚夫妇尴尬地站在那里。与此同时，虽然刘镇长前往了县里，但各部门的负责人临危不乱，都对即将到来的地震做出了相应的准备。像梁站的小徐直接让下属拆墙建造，组织乡亲连夜烙大饼，以到时免费发给灾民。而银行的老李和邮电局的老张也做出了相应的安排。我们信用社是国家的要害部门啊，对，我们是与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共存亡，对，我们一定要做到啊，天塌地陷，河所聚，泰山压顶不变色儿。现在我宣布成立一个临时保卫组，成员有王不朽、金不换、陆不平、刘不断、吕不顺、赵不见。我们邮电部门是上级和下级、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眼睛、耳朵、传声筒，因此不论是在阵前、阵中还是阵后，都要坚守岗位，保证线路畅通无阻。即使线路断了，我们也要用身体啊！总之，只要人在，保证话通。陈所长啊，陈所长，我家红红发高烧，93度9。不是39度9。外人打来电话，叫我马上回去。今天该你值班，没有这个大家，哪有你小家呀？保不住这个镇子，哪还有你的孩子？好，快去快回。哎，到时候你要回不来，临阵脱逃，你可知道，死罪。陈所长，他走了，总机就2个人，地震来了，谁值班呢？
我知，这地震来了也不能没有阶级感情吗？啊！黄昏时分，部分人已在郊外的空地上搭好了防震棚，还有一些人则带着铺盖家当正在向镇外疏散。而负责安保的老雷四处进行清查，劝导那些顽固的老人离开祖屋，前往郊外。此时派出所的老妇才从酒醉中清醒过来，当得知地震的消息后，他立马召开紧急会议，成立了一个防震抗震领导小组，并自命为组长。在宣读完小组成员后，林航等人因为姓名排列的先后顺序争执扯皮。过去镇上发文件，每次都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的。哎，那你们说怎么改？姓氏笔画那得查查字典呐。对，咱们自报吧。啊，我气话，我也是气话。扯淡！这是政府研究的是抗震问题，开什么玩笑啊？都11点了，你们还在这扯皮，都想砸死啊！我看这样，现在我以防震抗震领导小组组长的名义决定，散会后各就各位，遗无职责者严肃处理。然后老妇命干广播12点开始宣读紧急通知，接着再拉响警报，以示全镇进入临阵状态。而干广播看着事态越演越烈，早被吓得是六神无主，所以手一抖，直接拉响了警报。郊外的人们误以为是地震真的来了，于是争先恐后的往空旷处拼命奔逃。只见大伙是压肩叠背，你推我搡，各种哭爹喊娘的惨叫声是此起彼伏。加之有人无意间引燃了大火，更是让现场乱成了一锅粥。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，提心吊胆的人们等来的不是地震，而是一个安详平静的黎明。之后经过上级的调查，在这次所谓的地震中，建防震棚花了大约10万元，踩坏的庄稼菜地有300多亩，2站烙大饼用了2万斤面粉，而挤上的妇女老幼多达100人，还有名新生婴儿在防震棚中不幸夭折，包括那个新婚少女也在慌乱中失踪了。如今小镇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恢复生活秩序，而停产期间所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。根据以上统计，这场不是地震的地震所造成的损失，并不亚于一场真的地震。那么这场人为的灾难到底是谁造成的呢？查来查去都认为是王老师，因为他是第一个搭防震棚的。但上级认为这次谁都有责任，谁也都没有责任，所以这次就当是为演练应急能力交学费了。不过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向镇民们解释这件事。我们都是领导，我认为应该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和真相如实的告诉群众，请他们搬出地震棚，请他们回到镇里来。事情的真相，怎么说才是事情的真相啊？我看不好讲啊。我看只说地震的征兆已经消失，这就行了。哎，这样比较稳妥，因为天灾人祸，谁能说准呢？为什么非要让群众知道真相呢？知道结果就行了嘛。哎呀，社长同志，你是书记嘛，你谈一谈吧。啊，我看还是把事实真相如实的告诉给群众。为什么呢？我真担心，真要发生了地震，就没有人再响应我们的号召，去搭防震棚了。这部《疯狂的小镇》于1987年上映。该片虽然看起来荒诞不经，可却真实地反映了什么叫谣言重复千遍就是事实。在我们生活中，类似的闹剧其实一直都在上演。而在电影中，干广播无疑是散播谣言的罪魁祸首，但人们的愚昧无知也助长了谣言的滋生和传播。正如勒庞乌合之众里所表达的一样，当人一旦进入群体，就容易在无意识中丧失掉自己的理智和独立判断。说白了，就是个体一旦融入群体，就会智商下降，容易人云亦云，偏听偏信。
特别是对于片中那些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老百姓来说，当对一件事物处于无知的空白状态时，更喜欢一个通俗易懂、容易想象的理由，而不是一个复杂严密科学的论证事实。所以老者的话跟广播的谣言都更符合大家的口味。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曾经对这种现象有过非常精辟的总结，说我们并不会因为知识是真实的、有根据的便相信它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它，它才是真实的。